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成语人生课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年纪小的时候，总觉得父母不够体面，不懂潮流，甚至站在自己同学面前都让你觉得丢人。你想方设法和他们拉开距离，怕被笑话，怕被看不起。直到很多年以后，你突然回头看，才发现当年自己急于摆脱的，其实是别人拼尽全力捧到你面前的全部。可等你想回报，想道歉，想好好说声谢谢的时候，往往已经来不及了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和一句中国人说了千百年的话有关。这句话藏着很多人一辈子的遗憾，它叫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故事发生在北方的一个普通村子里，男人叫陈德顺，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。他种着3亩旱地，农闲的时候就去镇上的工地打零工，搬砖和泥，扛木料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。日子过得紧巴巴，但他心里踏实，因为家里有个儿子叫小明。陈德顺的脸有个特点，他的左眼是盲的，眼皮总是半垂着，眼窝陷下去一块，小孩子看见常常会吓哭。村里的大人都知道他心善，可孩子们不懂事，总在背后偷偷叫他陈瞎子。小明小的时候还总跟在爸爸身后跑，爸爸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。可等他上了小学，慢慢就变了。有一次放学，几个同班同学指着校门口拎着饭盒的陈德顺，哄笑着喊：陈小明，你独眼爸爸来给你送饭了。小明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攥着书包袋站在原地，半天没敢往前走。那天他绕着小路回的家，进门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。从那以后，小明越来越不愿意让爸爸出现在自己的世界里。他不让爸爸送他上学，不让爸爸去开家长会，甚至在路上远远看见爸爸，都要立刻拐进旁边的胡同，装作没看见。陈德顺从来不说什么，每次小明说爸你别去了，他都只是点点头，应一声好，转身就去忙手里的活。他只是更卖力地干活，每天天不亮就出门，天黑透了才回来，把挣来的钱一分一分攒进床底下的铁盒子里，自己顿顿啃窝头就咸菜。可给儿子交学费，买文具的时候从来都不犹豫。后来小明考上了镇上的初中，开始住校，每个周末送生活费都是妈妈李秀兰去。陈德顺每次都跟着走到村口，靠在老槐树下站着，远远看着儿子走过来，又看着儿子接过东西转身回去。他从不往前走，怕给儿子丢人。再后来，小明考上了县城的高中，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。他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电话也打得越来越短。每次打电话都是妈妈接，陈德顺就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，竖着耳朵听。想插句话，又怕儿子嫌烦，嘴张了又合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大学毕业以后，小明留在了省城工作。他说工作忙，加班多，过年都不一定能回来。陈德顺和老伴儿总坐在炕头念叨，不知道儿子吃得好不好，住得暖不暖，有没有受委屈。村里有人去省城办事，回来说在街上见过小明，穿得整整齐齐，身边还跟着个姑娘，看样子是快结婚了。老两口听了又高兴又心酸，
高兴的是儿子出息了，成家了。心酸的是，这么大的事，儿子从来没跟他们提过一句。有一次，陈德顺去县城给人帮工，碰见了小明的发小张伟。张伟是小明当年的同班同学，现在也在省城工作。聊了几句，陈德顺才知道，小明3年前就从外地回了省城，买了房子，结了婚，孩子都2岁了。他一直就在离老家2个小时车程的地方，却从来没回来过。陈德顺攥着手里的工具袋，站在太阳底下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回到家，他把这事跟老伴儿说了。李秀兰抹着眼泪劝他：“你去看看吧，哪怕看一眼孩子，看一眼儿媳妇也行。我们不去添乱，就看一眼就走。”陈德顺犹豫了整整3天，他怕自己这副样子吓着孙女，更怕儿子生气，可架不住老伴儿一遍遍劝，最终他还是揣着一兜子家里攒的土鸡蛋、新碾的小米，坐了最早一班大巴去了省城。找到小明家的小区，敲开门的那一刻，陈德顺心里又紧又暖。可跑出来开门的小孙女一看见他的眼睛，哇的一声就哭了，缩在妈妈身后喊：“怪物，我怕！”小明从屋里走出来，看见父亲的那一刻，脸色一下子就沉了。他把陈德顺拉到楼道里，压着声音带着怒气说：“谁让你来的？你看把孩子吓成什么样！我不是说过没事别来找我吗？你这样让我在邻居面前怎么抬得起头？”陈德顺张了张嘴，想解释是妈妈让来的，想问问孩子好不好，想把手里的东西递过去，可最后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家里的鸡蛋和小米你收下，我以后不来了。”说完，他把布袋子放在地上，转身就走了。楼道的窗户透进光，把他的背影像拉得很长，驼得很厉害。张伟后来知道了这件事，气得直接找到了小明的公司。办公室里，张伟当着小明同事的面一点情面都没留。陈小明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你爸一只眼睛怎么瞎的？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你从小到大的学费、生活费，哪一分不是你爸起早贪黑卖力气挣来的？他舍不得吃，舍不得穿，冬天连件厚棉袄都舍不得买，把所有钱都寄给你，你倒好，连家门都不敢让他进。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就没了爸妈，我做梦都想有个人给我送饭盒，给我攒学费。你明明有，却不知道珍惜。你要是再不认你爸，咱们这朋友也就做到头了。小明被骂得抬不起头，脸一阵红一阵白。那天晚上，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坐了一整夜。他想起小时候发烧，爸爸背着他走10里山路去卫生院，想起下雨的时候，爸爸把伞全歪在他这边，自己半边身子都淋透了。想起每次他回家，爸爸都提前半天站在村口等，看见他就笑得满脸皱纹。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长这么大，从来没认真看过爸爸一眼。他只记得那只不好看的眼睛，却忘了这双眼睛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爱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明就开车回了老家。他想好了，要跟爸爸道歉，要把爸妈接到城里一起住，要好好弥补这么多年的亏欠。可推开院门的那一刻，他愣住了。院子里安安静静的，
只有妈妈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，低着头择菜，头发白了一大半。小明问：妈，我爸呢？李秀兰慢慢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，像哭了很久。她说：你爸上个月就走了，工地干活的时候踩空了，从架子上摔下来，送到医院就不行了。我找不到你，也不知道你电话，后事都是村里人帮着办的。小明手里的包啪地掉在地上，他腿一软，直接跪在了院门口。他以为还有时间，他以为等自己混好了，赚大钱了，再回来接爸妈也不迟。可他没想到，上次楼道里的那一面，竟然就是最后一面。后来，妈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旧布包，包里是一沓皱巴巴的零钱，还有一本泛黄的旧病历。李秀兰摸着病历，慢慢说：有些事你爸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你心里愧疚，抬不起头。你7岁那年跟村里孩子玩弹弓，石子崩到了右眼，眼球都快穿了。医生说再不移植角膜，这只眼睛就彻底瞎了。可那时候哪有现成的捐献角膜？你爸当场就给医生跪下了，说娶我的，我是他爹，我的眼睛给他。手术做了整整1天，你的眼睛保住了，你爸的左眼就再也看不见了。他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：别告诉孩子，别让他有负担，这一瞒就是一辈子。他总说孩子好好的就行，我瞎一只眼算什么？故事讲到这里，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沉甸甸的。小明终于知道了真相，终于懂了父亲的爱，终于想好好孝敬父亲了。可父亲已经不在了，他的道歉，他的弥补，他的悔恨，父亲都听不到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句成语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大家好，我是言和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核心成语和相关表达。首先是本期的核心句：子欲养而亲不待。Children wish to support their parents, but parents are no longer there. 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子女想要好好赡养、孝敬父母的时候，父母却已经等不及，早早离开了我们。它常常和另一句话连在一起使用，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两句话放在一起，说的是同一个道理。很多事情不由我们的意愿控制，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。这句话最早出自中国古代典籍《孔子家语》，是中国人表达亲情遗憾、提醒人们及时尽孝时最常用的一句话。我们来看一个日常例句：很多年轻人忙着在外打拼，很少回家，等到想起陪伴父母的时候，才发现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接下来我们再学习4个和亲情、悔恨相关的常用表达。第一个，舐犊情深 Deep parental love， 意思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就像老牛舔小牛一样，是天生的、深厚又温柔的本能。例句：天下父母无不舐犊情深，总把最好的留给孩子。第二个，追悔莫及 Too late to regret， 意思是等事后后悔的时候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例句：他年轻时不懂事，伤害了最亲近的人，等到明白过来，
已经追悔莫及了。第3个，养育之恩 The grace of upbringing， 意思是父母抚养、教育孩子的恩情。例句：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我们一辈子都报答不完。第4个，树欲静而风不止 Things don't always go as one wishes， 意思是比喻世事不由人的意愿改变。例句：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很多遗憾一旦发生就无法弥补。好了，今天的核心成语和相关表达就学到这里，大家可以试着用子欲养而亲不待造一个句子，打在评论区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回给旭川。其实今天这个故事不只是别人的故事，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小明的影子。年轻的时候总觉得先忙事业，先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等以后有钱了，有时间了，再好好孝敬父母也不迟。可我们都忘了，时间是不等人的。父母在一天天变老，他们的身体在一天天变差，他们等不起那么多以后。中国式的父母大多都像陈德顺一样，他们不说自己的苦，不说自己的付出，甚至不说自己的想念，他们把所有的爱都藏在沉默里，藏在每一顿热饭里，藏在每一次远远的张望里，藏在那句我没事，你忙你的里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句话不是一句口号，也不是一碗鸡汤，它是很多人心里一辈子都填不上的遗憾。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趁父母还在，多回家看看，多陪他们说说话，多吃几顿他们做的饭。有些陪伴，早一点就少一点遗憾。好了，今天的成语人生课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